颜彩画你就理解把以前的1000年前的壁画变成了架上艺术。很多人真的以为这个是日本的艺术，日本其实是受到我们唐代的影响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告诉大家这是中国的。我是连阳，85后，四川人，毕业以后文化部工作，13年吧遇到了颜彩，当时我就房子退掉，离开北京，专心去搞研究和创作古代壁画，然后能看到很多残存的一些技法。它太复杂了，要磨矿石，你还要熬胶，把纸裱板子上，把贝壳研磨成粉，把那个纸涂白，用各种宝石去画画。天然矿物里面红色、青色都是比较少的，青金石被应用在了珠宝行业，艳丽的那种紫应该是没有的，用人造矿石来完成它。宝石越堆越厚，它会有一个立体感，用浅浮雕，再在上面贴金箔，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光线去观赏，它更讲究的是质感和视觉冲击力。那粗颗粒它会在不同的光线下反光，矿物本身是很稳定的，一幅画放几百年没有问题。画室东3环外不要太多的家居，方便在地上画画什么的。画室呢，就是放满了颜料和画材，几百罐颜料，几十万就砸在那里了。现在已经是2022了，不像古人一样天天用毛笔写字。年轻人吧，也会看综艺，也会打游戏。我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画出来的是很现代的东西。传统艺术去画游戏人物，画了南派三叔、藏海花小说封面。雪山下面有个像蓝宝石一样的湖泊，就用青金石、蓝铜矿还有水晶。我的藏家90后为主，80后占1/4。草稿阶段被人订走之前的一幅财神爷扎基拉姆，又有东方的味道，又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。我画的人物以女性为主，有一些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像那一幅龙女，一半还是龙，一半还是女人，从天上掉下来，掉到了河滩上。那个河滩上全是鹅卵石、鱼花石，就是南京三宝。脚仙系列，小宝宝穿着官服，然后戴着乌纱帽，乌纱帽插上4季的花儿，珠宝、首饰、璎珞这些，还有天冠，这些我会在下面先做一个浅浮雕，把它做一个立体的，然后再上色。进入自媒体时代以后，做直播、做图文、短视频、长视频出现之后，我现在合作的摄影团队都是95后，把它记录下来了，翻译给这个世界、这个时代的年轻人。全网的播放量已经是2000万以上了。我希望我到100岁我还是这样的，不要固步自封，而是一直跟着潮流和时代往前走。